大熊当铺开张喽！无论是老妈的定情信物，还是静香祖孙3代的传家宝，都没能逃过大熊的毒手。不爱运动的大熊跑出了人生最快速度，竟只为了1块钱。明明是见者有份的事，却秒变卖惨大会。听说对方3天没吃没喝，大熊拜的是心服口服。可意外发生了，游戏币可买不到肉包子。社会我熊哥一套平淡无奇的激将法，就让蓝胖子伸出援手敲击口袋，承诺万事皆可行。可大熊要的那是钱，明知被套路了，可蓝胖子还是拿出了自动当铺，只要把东西放进去，就会吐出钱的机器。蓝胖子拿来台灯做实验，竟然吐出钢镚巨款。而当想赎回商品时，只需再把巨款投入机器，商品就会再次回到自己的怀抱之中。大熊发现了财富密码，差点就把整个房间都给清空了，拿着战利品就要去买。可家里缺钱的不止大熊一个，岂料大熊套路老妈，拿出了爸妈的定情信物。老妈上一秒还住在发情期，下一秒就两手空空了。看到仅有3000大洋，老妈杀人的心都有了。傻儿子也不知道讲价。大熊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陆幕动漫，又惦记起还能当点啥，就再次碰到了跟他比惨的落魄大叔。岂料大叔还是个文艺青年，可梵高式的抽象派，大熊的审美也理解不了。大熊又把目标定到了胖虎身上，听说可以以旧物换新。胖虎笑得像个小胖子，来得好不如来得巧。胖虎正愁家里成吨的物品没地方处理呢，岂料胖虎的发家史甚是奇葩，竟全是打击而来的不义之财。大熊再怂也不能帮贼分赃，只好去找媳妇儿温暖下受伤的心。静香的大宝贝是个祖传3代的恶灵娃娃，蓝胖子迈着小短腿火急火燎跑来送机器，岂料看似平平无奇的娃娃竟然贵出天际，因为里面封印着许多上古神兽的灵魂。可看着万元巨款，静香气得原地蹦迪，因为许多东西并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。大熊2人还在畅想可以找到更值钱的东西，就遇到了文艺穷青年。大熊决定好人当到底，来到了文艺青年的2层小楼。蓝胖子，你该减肥了，听说死机器可以解燃眉之急。大叔二话不说就扔了雨伞进去，看到有收获，大叔直接上头了。除了看不懂的话，其他家里用得上用不上的东西通通没放过。大熊2人都惊呆了，可穷的只剩锅碗瓢盆，一顿饱餐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看到铜锣烧，蓝胖子就两眼放光。可蓝胖子毕竟是恩人，文艺青年虽穷，但也懂得知恩图报。当然，这份恩情也有大熊的份儿。本剧的大土豪小夫终于登场了，直奔主题来到家里气派的收藏室。蓝胖子拿出机器，小夫也不管，手里拿的是国家几级文物，就是潇洒的一抛，妖兽了。法拉利变自行车，只吐出来区5块钱。毕加索的自画像，法国进口马克杯，不放不知道。小夫竟是个假富豪，简直就是赝品收藏家。大熊2人准备回家了，却又遇文艺小青年。岂料大叔被赶出了公寓，决定放弃画画，回家种田。眼看一个有志青年要被现实的残酷击垮，大熊决定死马当活马医，做最后的尝试。岂料大熊看不懂的画作竟然价值1000万，看着能在北京买套房的巨款，大叔激动的仿佛癫痫症发作。但这并非空穴来风，要想成功呢，除了实力还需要少许运气。大叔终于遇到了自己的伯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把作业扔进去会吐出来多钱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要问漫画鉴赏哪家强？大熊第2没第1，毕竟混日子大熊是行家。正因为这点，才得到了鉴赏克里斯汀娜新作的机会。克里斯汀娜不是别人，正是胖妹。胖虎让大熊看完后给出最中肯的评价，大熊还真就单纯的信了。眼看气氛紧张，大熊还眉头紧锁，蓝胖子顿时预感大事不妙，生怕大熊说出大实话。大熊随口一句这什么鬼，胖虎气的就要变一拳超人。蓝胖子生怕自己也会被一起锤。岂料大熊也是个语言天才，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漫画不获奖都不科学。可如此优秀的漫画，胖妹却不想投稿，只因胖妹心中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，不敢面对失败，怕从此一蹶不振。但不尝试就不会有结果。胖虎是护妹狂魔，又不舍得打，那蓝胖子只好出来当黑脸，拿出决心剪刀，咔嚓一下，胖妹不再犹豫，就要去勇敢挑战，说不定就获奖了呢。为何胖妹突然改变了主意呢？这多亏了决心剪刀，剪断了胖妹的犹豫。谁还没点犹豫不决的事呢？大熊借来剪刀，剪断了自己仅存一点的学习之心。这下天南地北随心嗨了。好东西必须要跟媳妇儿分享，女人嘛，必须得有点犹豫不决的事。来得好不如来得巧。岂料大熊咔嚓一下后，
却迎来了核能来袭。静香要光明正大跟学霸约会去了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有点绿。大雄气到就要报复社会，岂料随手一捡，竟然没穿裤子跟没穿裙子表了白，被狂撒了一波狗粮。大雄又一捡，竟然没穿鞋子，决定买。再一捡，没穿袜子，决定开公司当老板。大雄还在寻找下个目标，就路遇小夫，看小夫犹豫不决，是朋友那必须得出手。小夫终于下定决心，要去会传说中的托尼老师。妖兽了，合同出事了。大雄嗨了一天，可学生不做作业怎能行？大雄也是个狠人，一剪刀下去，作业明天见。终于到了胖妹漫画获奖发表的前一日，胖虎却心事重重。胖妹现在紧张到茶饭不思，平时能干10碗饭的她，现在只能吃3碗，这饭量有问题吗？胖虎想借时光机提前知道结果，好让胖妹安心。胖虎只希望看到一个结果，如果胖妹落选，胖虎就只能重拳出击了。蓝胖子赶紧出面当和事佬，众人乘上时光机，向着明天出发。可到了漫画店门口，胖虎却蔫了，生怕会是1/1000的机会落选了。反正事不关己，蓝胖子就是一捡。胖虎终于下定决心，走进了书店。可当胖虎出来时，看着画风就知道大事不妙，两人慌了，嗷的一嗓子玩命就逃，眼看要被摔成吉娃娃。胖妹出现了，看到妹妹伤心过度，大哭而去，胖虎杀人的心都有了，定要让两人感受下农夫山泉有点甜。与此同时，回到家的胖妹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，胖虎阴魂不散，厮守回去的必经之路。两人不知所措时，身后又来了个胖虎，本以为会被前后夹击，岂料明天的胖虎带来了个好消息。胖妹接到了主编的电话，虽然这次落选了，但胖妹的作品却得到了主编的肯定。回到现在，胖虎做了一个决定，人都是在各种挫折中成长的，这次就让妹妹独自面对，明日定会成为人中龙凤。那么小伙伴们还能说出大雄的其他优点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个胖子有点慌，生怕大雄回家的路上又出什么幺蛾子。那他是在担心大雄吗？当然不是，大雄的生死哪有漫画安全到家来的刺激？火急火燎冲回家就要漫画大赏，真是3天不打前列腺发炎。可老妈又不好成天打打杀杀，只能怂恿老爸去当一拳超人。漫画正看到高潮，老爸就破门而入。老爸没什么技巧，只想一拳 KO。岂料老爸也是个老顽童，还没开始评 A 就被漫画收买，而且还爆出一个惊天秘密，这本漫画30年前看过，可这漫画明明今天才发售，眼看被孩子当成老年痴呆。老爸竟使出终极绝招，精准地说出了剧情，大雄都惊呆了。老爸还在回味童年的快乐，可惜女帝老妈杀到，老爸秒变妻管严。这时媳妇儿来了，给未来婆婆送来了无花果，可作业不做完，无花果就想吃一口。蓝胖子不乐意了，为啥我也要跟着背锅呢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成功送到了无花果。大雄怀念曾经院子里的柿子树，就要回到过去偷几个，可时光机又日常维修了。但蓝胖子还有后手，拿出时光房间，只需往墙上一按，然后调到30年前，一道圣光闪过，整个房间便穿越到了30年前。大雄打开窗户，看着30年前的城镇风光，看到柿子树后，大雄就要去当采柿大盗。为了不惊动30年前的家人们，两人蹑手蹑脚，刚走到客厅，就碰到回家的爷爷，两人嗷的一嗓子就逃回了楼上。确认安全后，两人再次下楼，可惜蓝胖子太重，大雄谎称是老爸，才成功逃过一劫。两人来到后院，又看到了奶奶。就算大雄再想相见，可此时的大雄仍未出生，只能默默注视着奶奶。两人来到柿子树下，大雄爬上树，随手摘了一个，就当起了干饭人，完全不顾树下缠出哈喇子的蓝胖子。谁知出师不利，被老爸发现，大雄二话不说就要认亲戚。岂料老爸是个护食的主，直接大棒出击，一口气追出2里地，要把两人打成烂柿子。大雄两人用了隐身术，才从老爸的大棒下捡回一条命。回去的老爸开始蹲点，完全不给大雄下手的机会。大雄决定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在老爸出棒前讲了一套超越光速、穿越虫洞的穿越理论。如此超前的知识点，傻子才会信。两人再次被追杀，谁知冤家路窄，遇到了虎父2人的老爸，一通询价后，被打的就成了老爸。老爸依然坚守岗位，蓝胖子劝大雄适可而止，可时光机还在房间里，蓝胖子只好拿出竹蜻蜓。与此同时，同样的剧情，
老爸因为不学无术被爷爷训斥了。当大雄两人飞回房间时，正巧又碰到老爸进门，两人只好躲到房顶。可当老爸膀胱一扫，就发现此房间非彼房间。也就是此时，老爸看到了那本漫画。为了不被老爸发现，两人一直等到了黄昏，直到晚饭时间，老爸才拿着漫画走出了房间。大雄刚进入房间，就被雅妹呆住了。我的漫画呀！大雄真是丢了夫人又折兵，柿子没偷到，刚买的漫画又没了。但天道好轮回，老爸竟拿出了30年前的那本漫画，就是有点发霉了而已。如果可以穿越时空，小伙伴们希望去到哪一年呢？